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被最好的闺蜜骗去缅北7年，我带着1亿美金回来了。老公已经再婚生子，新欢正是我闺蜜。我9岁的女儿住在阳台的纸箱子里，瘦得不成人形。婆婆准许我归家，但我只能当个免费的保姆，伺候她和公公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还是7年前那个软弱可欺的乖媳妇。寒风呼啸，滴水成冰。今年的冬季格外的寒冷，但我心里发暖，身体因为过于激动而轻微发抖。我回来了，阔别7年，重回故土。我就站在那栋熟悉的老楼房下面，左右是破旧的街道和摆放杂乱的摩托车。这里依旧没有什么变化。我哈了一口气，上前敲门。这一刻，暗无天日的缅北生活远去了，那炼狱般的折磨不复存在，甚至被我亲手杀死的头目喷出的血都模糊了。我终于拯救了自己。屋内2楼传来了脚步声，有人跑了下来，隔着铁门怯生生地问：“谁啊？”稚嫩的声音，紧张的语调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心间酸涩，眼眶一红，差点落下泪来。除了我的女儿，还能是谁啊？犹记得我女儿2岁生日那天，我不过是花了50元给女儿买了个小蛋糕，便被公婆辱骂殴打，暴力驱逐出门。他们嫌我生不出儿子，生了个赔钱货女儿，1毛钱不赚，好意思给你女儿买蛋糕？能不能滚出去赚钱？你要么去赚钱，要么立刻生个儿子出来。他们是这般说的。他们从未想过，我一个人伺候公公婆婆、老公，还要带女儿有多困难。家里的事已经把我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我哪里有能力去赚钱？我一次次的忍耐，一次次的逆来顺受，终究是得不到理解。不对，他们能理解的，他们知道我累，但他们还是不满意。那天我在街上哭了很久，只能向曾经的老同学，也是我唯一的闺蜜求助，却被她骗去了缅北，一去就是7年。犹记得抵达缅北，被收走手机后，数个大汉将我摁在水里玩窒息游戏，问我听不听话。也还记得我深夜逃跑被抓回去后，3条恶狗将我撕咬得不成人样，周围全是亢奋的笑声。更记得犯错后被丢进猪圈整整1个月，每日与猪抢食，精神濒临崩溃。那真是人间地狱。要不是每日思念着女儿，我恐怕早就化作缅北泥土里的一具白骨了。念念吗？我声音酸涩，一开口，泪水就滑了下来。门内传来疑惑的声音：“你认识我？你是谁呀？”“我是妈妈”4个字多么沉重啊，以致我手脚发颤，涕泪长流。妈妈，念念的声音变了，她不敢置信又期待无比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。我离开时她才2岁，不过我膝盖高，而今9岁了，应当有了一番亭亭玉立的小模样吧。我激动万分，透过门缝看她，四目相对，她迷茫而紧张，我却呆住了。念念怎么这般瘦弱？9岁了才不过1米，头发又乱又短，脸颊冻得通红皲裂，手掌又黑又皱，小小的身躯被不合身的大衣裹着，更显羸弱。这是念念，比街上的乞丐还不如。我难以置信，嘴唇忍不住抖了抖，难以形容的心疼袭来，让我咬紧了牙。老公一家是怎么养女儿的？妈妈，念念看着我，满眼茫然和不安。我擦了擦泪水，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。是我啊，我叫陈穗，你叫李念，你爸爸叫李建明，你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的，对不对？我强迫自己挤出笑容。念念怔怔地看着我，干裂的嘴角不自觉地抿起，
一双大眼睛霎时间就变得通红。我推开门抱住她，抱住我念了7年的心头肉。念念，没有你，妈妈活不下来的。我又哭了，念念也嚎啕大哭。她知道自己有妈妈的，只是妈妈失踪了7年。我们母女俩哭了半天，门外的寒风一阵一阵地往屋里钻。我这才发现念念穿着一双不合脚的拖鞋，脚上是一双白袜子，早已湿透了。我摸她脚腕，她的脚冰凉得宛如缅北的刀子。念念，你的脚怎么湿漉漉的？我心疼坏了。我在洗衣服。对了，要洗衣服，待会奶奶就回来了，我要赶快洗衣服。念念竟脸色发白，想跑上楼去洗衣服。她怕极了她奶奶，也就是我婆婆。我心脏仿佛被狠狠地揪了一下，咬牙切齿。婆婆啊，那个老不死的狗东西，折磨了我多年，等我失踪了，又折磨我女儿。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恐怖，当年我在缅北第1次杀人，必定也是这样的表情。妈妈，你先坐，我去洗衣服。念念顾不得跟我重逢了，她更急着洗衣服。我看着她疲惫不堪地跑上了2楼，脚上的水渍在楼梯上踩出了印记，可以想象她的脚丫是多么冰冷，冷得她跑动的身子都在颤抖。我跟着冲上了2楼，将念念一把抱住，别洗了，不用洗了，以后都不用洗了。我斩钉截铁，在缅北被磨练得如磐石一般的心，前所未有的柔软，只有女儿能让我柔软。妈妈，奶奶会打我的，我马上就洗好了。念念抽着鼻子，看着卫生间的一大桶衣服。卫生间里明明有洗衣机，念念偏偏没有用。不用问我都知道，婆婆那个抠门东西不准念念用洗衣机。我火气腾腾直冒，一脚将水桶踢翻了，里面滚出了一大滩衣服。我看见了小男孩的衣物。这是谁的？我抱起念念问了一句，脚踩着一件小男孩的上衣。弟弟的。妈妈不要踩，奶奶会骂的。念念害怕得很。我眯了眯眼睛，弟弟，你有后妈了，我已经猜出了。念念黯然点头，终于肯抱住我脖子了。他对我依旧不熟悉，抱着我也是怯生生的。我已然明白，当年我失踪后，老公李建明再婚了，还生了个儿子。家里有了儿子，那我女儿就更没有地位了，沦为了这个家庭的奴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克制住想杀人的冲动。念念，别怕啊，妈妈带你去暖暖。你房间在哪儿？我真怕女儿的脚冻坏了。念念指了指阳台。我过去一看，阳台上不仅晾着衣服，还摆放着一个大箱子，估计是装冰箱的箱子。箱子在寒风中摇摆，一面开了洞，洞里隐约可见一些旧被褥和书本。这像极了一个狗窝。我一瞬间赤红了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。念念，你住这里？念念点头，将我搂得紧了3分。我差点咬碎牙齿，脸颊死死绷紧，一只手伸入了衣兜里，抓住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。我想杀人。我将箱子踢翻了，然后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儿子的房间。他的房间温馨暖和，里面有空调、平板、衣柜等物。那张床又大又漂亮，2层厚厚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我心头暴怒，李建明的儿子住皇宫，我女儿住纸箱。妈妈快出去，我不能进弟弟的房间的，会弄脏的。念念心惊肉跳，看了一眼墙角。我一瞅，原来有监控。这个家里应该有不少监控，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安装的，女儿念念都随时被盯着。不怕，念念你上床歇着，你太冷了。我将念念的鞋袜脱了，直接放在床上，用厚厚的被子盖住。她吓坏了，
想下床。我坚定地摁住他，念念听话，有妈妈在呢。念念这才安分了些，擦擦眼角的泪，卷起冰冷的腿，寻求一丝温暖。他太累了，被我牵着手，就这么睡着了。我轻轻撸起他的袖子，发现他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淤青众多。果然，念念遭到了虐待。我杀人的心思又涌现了。如果不是在国内，我的公婆和丈夫已经死了100次了。用力深呼吸，我平复心情，掏出了手机。一个电话打出，对面传来恭敬又敬畏的男人声音：“穗姐，有何吩咐？”男人隔着电话都已弯腰：“你们回国还算顺利吧？收尾工作做得干净吗？”“一切顺利，目前已经入账1亿美金，随时可用。穗姐放心吧。”男人语气中有几分兴奋。“很好，我要在广福市购置一栋别墅，再开一家美容公司，你来安排。”我下了命令。男人立刻领命。我不再多言，他很能干，否则我不会带他回国的。有了别墅，我跟女儿就有地方住了，她再也不用在这里受苦了。至于公司，契合我身份即可。寻思间，门外传来辱骂声：“李念，你个废物东西，大门都不关，家里要是丢了东西，我撕烂你的脸。”这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是我亲爱的婆婆。她以前也是这样吼我的，每次她一吼，我都会忍不住颤抖，那种可怕的压迫力让我难以呼吸。我这个软弱的乖媳妇早已被她折磨得神经衰弱了，可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她一刀。衣服也没洗，桶还打翻了。你个贱种，跟你妈一样。你妈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跑了，留下你个野种，害苦我们。婆婆继续骂，还骂上了我。我开门出去，面无表情地盯着她，顺手把身后的门带上，可别吵醒了我的女儿。时隔7年，我又跟婆婆见面了。我面无表情，整个人仿佛寒冬腊月里的一块坚冰。婆婆愣住了，她一开始还没认出我来，吓了一跳，接着紧皱眉头，盯着我上下打量。陈穗，是的，陈穗，那个曾经软弱可欺的乖儿媳，那个每日里被公婆折磨的保姆，那个因为买了蛋糕给女儿吃而被赶出家门的母亲。我还是不说话，心里的恨意和怒火在疯狂涌动。你眼角有痣，真是你陈穗。婆婆终于确认是我了，她又惊又气，本能反应并不是高兴，而是迟来7年的愤怒。于是她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该死的贱人，当年跟哪个野男人跑了？你要不要脸？我们家都被人笑死了，儿媳妇跑了，我打不死你，亏你还敢回来，你个贱人！”婆婆冲了过来，一如7年前的样子。她对我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。眼看她的巴掌要抽过来了，我反手一耳光，啪地抽她脸上。她毕竟是老年人了，而我在缅北早已磨练出了一身煞气，对付这种人，眼睛都不需要眨一下。这一耳光抽得婆婆头晕目眩，身体都站不稳，嘴角也流出了血。她又一次愣住了，眼珠子瞪得大大的，难以置信她的乖儿媳竟敢打她。陈穗，你敢打我？你个贱！啪！不等她说完，我又一巴掌抽了过去。这一巴掌力道更强，直接将婆婆抽翻在地。她痛得撕心裂肺，嘴巴里全是血，半晌爬不起来。别叫了，吵醒我女儿就不好了。我甩了甩手，取出手帕擦了擦。我嫌脏。婆婆嘴唇哆嗦着，她不怕我，但被我气疯了。你给我等着，你等着。我手机呢？她忍痛摸出了手机。我从她身上踩过去，踩得她又痛叫起来。随后我去阳台，
将纸箱子里的书本、书包以及女儿的校服等物收拾了。另一边，婆婆勉强坐了起来，朝着手机大嚎：“李建明，陈穗那个贱人回来了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！你快回来收拾他！”婆婆告状是有一手的，以前她明明没有受委屈，都会鬼哭狼嚎，让李建明收拾我。而李建明是典型的妈宝男，他妈大过一切，我可没少被他收拾，也就是家暴。犹记得我当年还没出月子，就因为不舒服，让婆婆煮点汤给我喝。婆婆说我命令她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我当时委屈坏了，跟婆婆顶了嘴，后果就是婆婆哭天抢地叫回了李建明。李建明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警告我要是再敢不尊重婆婆，就把我赶出家门。现在我动手打了婆婆，李建明估计要发癫了。发癫的男人我可不想碰，所以我往沙发上一坐，敲起二郎腿，也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接通，我吩咐让阿龙三兄弟过来，你知道我在哪里？好的，穗姐。电话挂断，婆婆还在跟李建明嚎哭：“儿啊，你快回来啊！妈妈痛死了，妈妈不活了！你娶的什么儿媳妇啊？当初我就告诉你不要娶陈穗，现在好了吧？他跟野男人跑了7年，还敢回来打我？”李建明肯定是连连答应，他即将发癫。终于，婆婆挂了电话，她也缓过神来了，擦擦嘴上的血，站了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你给我等着，你个贱东西！我等着，不是等李建明，而是等女儿睡醒。她太累了，估计很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了，我要让她睡个美美的觉，然后再带走。”没多久，敲门声传来，婆婆大喜，凶残地瞪我一眼，跑去开门。她一边开一边叫：“儿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给我打死陈穗！”话音未落，她已经看见门外的人了，不是李建明，而是3个1米9几的壮汉。他们是东北人，3兄弟，体格健壮，精通格斗。我们一起从园区逃出，回国后大家相互照应。3个壮汉齐刷刷地站在门口，跟3头老虎似的，吓得婆婆僵了一下。你们是谁？”婆婆脸上的凶残消失不见了，挂上了几分慌张。3兄弟一声不吭，目光只看我。我招了一下手，他们就推开婆婆进来了，直挺挺地站在我旁边。婆婆又惊又怕，硬着头皮问我：“陈穗，你专门找人来打架？你怎么这么……”她想说我怎么这么贱这么坏，可看着阿龙3兄弟，硬是不敢说出口。正巧李建明回来了，他西装革履，打着领带，穿着皮鞋，整张脸黑沉黑沉的，仿佛自己是个至高无上的皇帝。7年了，他还是没变啊！他始终觉得自己就是整个家庭的皇帝，他的权威不容挑衅，他的母后必须尊敬。婆婆看见李建明正要拦下，但李建明大步进门，语气极其阴冷：“陈穗，你一回来就打我妈，我的话你依旧当耳边风。”还没阴冷完，他就看见我和阿龙3兄弟了，恶鬼一样的脸立刻凝住了，仿佛正在嘎嘎叫的鸭子被掐住了脖子。我站了起来，盯着这个相处多年的男人。他很帅气，还是高材生。我当初被他迷了眼，后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谁能想到这是一个极大男子主义、暴力倾向、妈宝于一身的恶臭男呢？怎么不发癫了？你不该像个皇帝一样教训奴才吗？你不该逼我下跪给你妈认错吗？我开口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思绪却飞回了7年前。那段时光不堪回首，只要我跟婆婆发生矛盾，我必定被李建明教训。
我从最初的被李建明责怪，到后来的辱骂，再到后来的殴打，乃至最后的下跪。没错，她容不得我对婆婆半点不敬，她恨我一次次挑战她的底线，哪怕我明明没错。最终，她每次都逼我给婆婆下跪认错，如此才能平息她内心的怒火。我多少次向婆婆下跪啊，多少次哭着求饶啊，唯有这样才能让李建明原谅我，才能让他不打我。至今想来，我依旧觉得膝盖隐隐作痛，那是一个女人被践踏到尘埃里的尊严残留下来的痕迹。李建明噎住了，扭头看婆婆，想问什么情况。我不等他问话，盯着他的脸暴喝：“跪下！”这2个字我酝酿了很多年了，现在轮到我说了，轮到我发癫了。李建明惊呆了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愕然盯着我，阴冷的表情都无法维持了。随后他暴跳如雷，长久以来的一家之主的威严不允许他遭受如此侮辱。他猛地揪住我衣领，一拳就要砸过来，但大龙直接一脚将他踹翻了。二龙上前用膝盖压住他的背，三龙请示我怎么处理。我说了，跪下，就像你以前逼我那样。我低头看着李建明，仿佛看着缅北的那些死尸。李建明终于意识到还有3个壮汉了，他不敢发怒了，嘴巴里嚷嚷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我报警了！”大龙唰地抽出了一把刀子，抵在李建明的脖子上。二龙将李建明反扣双手压了起来，三龙则一把夺过了婆婆准备报警的手机。一屋子杀气腾腾。李建明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？他向来只敢窝里横，现在面对3个壮汉，脖子又被抵着，当场吓尿了裤子。陈穗，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李建明面无血色，身体开始发抖，而大龙的刀子越抵越紧。跪下！我无比平静，像是力气耗尽了，没有一点霸气。但阿龙3兄弟都敬畏地低下了头，不敢直视我。他们知道我的平静下蕴藏着什么。李建明嘴唇不断哆嗦，嘶哑地开口：“陈穗，你杀了！”我转过身去：“别，我跪！”李建明惊嚎，扑通一声跪下。大龙眼疾手快地收了刀。我的膝盖不隐隐作痛了。我转回身，注视着这个屁滚尿流的男人，无比愉悦。李建明脸色青白一片，浑身都在发抖，被我践踏在地的尊严令他眼眶通红。陈穗，你疯了吗？找黑社会来逼你老公下跪，你怎么能这样侮辱你老公？婆婆这时大叫起来，顾不得畏惧三龙了。李建明却被婆婆突然的大叫吓坏了，生怕惹怒了我。他忙惨笑：“陈穗，我跪了，行了吗？咱们夫妻一场，不用那么狠，是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直犯恶心，这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啊！”我冷笑一声，不愿再看李建明一眼，看一眼都嫌脏了眼。我快步走向了卧室，因为隐约听见了女儿的哭声，她可能被吵醒了。开门一看，女儿果然缩在墙角哭，她应该已经醒了一会儿了，偷听到我们在争吵。念念，对不起，妈妈吵醒你了。我蹲下来抱她，心疼万分。念念反过来抱我，昂着脸泪水长流。妈妈，奶奶和爸爸打你吗？没有，是我打他们。我将念念抱了起来。念念发愣，我用力咳了一声，阿龙三兄弟径直走了。我抱着念念出去，婆婆正扶着李建明查看脖子上的伤口。李建明还在发抖，被阿龙三兄弟吓傻了。见到我出来，婆婆不敢骂了，只是咬牙切齿，脸憋得跟个便秘的癞蛤蟆似的。我提起念念的东西，走人。我不会放过他们，但现在念念最重要。
走到楼下，迎面来了一个老头，他坐在电动轮椅上，满脸皱巴巴，双腿干垮垮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是我公公王福贵。公公早年腿脚就不好了，现在看来是彻底瘫了。我们碰面，念念害怕地缩了一下脖子，口中弱弱地喊：“爷爷。”公公抬头看我们，勉强认出了我，惊诧道：“陈岁，你回来了？你跑哪里去了？你害得我们家丢死人了，知道吗？”我冷眼看他，他见我不说话，不由得脸色一沉，摆出了长辈的威严：“你哑巴了？当初为什么离家出走？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丢光了。我以前好歹也是个小干部，多少人尊敬我，现在大家都笑话我，你知不知道？去你妈的，早死早超生！”我一脚将轮椅踹翻了，公公惊叫着翻倒在地，跟个被石头压住的死耗子一样，一边挣扎一边喊痛，就是爬不起来。我大步从公公旁边走过，附近一些居民见到这一幕，指指点点：“那是李建明的老婆吗？失踪那个，又回来受苦？哎，跑了就别回来了啊！变了个人似的，看着就不好惹啊！”我没有理会，上了路边的奔驰。早有司机等候了，将我送去了5星级大酒店。我现在还没买到别墅，只能先跟念念住酒店了。念念从未住过酒店，进去了又紧张又惊奇，这里看那里摸，还生怕弄坏了酒店的东西，显得小心翼翼的。我看着她瘦弱的身子和破旧的衣服，心里酸酸的。我的女儿到底吃了多少苦啊？从今往后，我绝对不允许念念再吃一点苦。安顿好后，我带念念去用餐，吃上了5星级大酒店的晚餐。她吃的嘴巴都合不拢，吃着吃着又缩了手，怯生生地问我：“妈妈，这些很贵吧？我能不能吃？”“能，当然能。”我别过脸去，不让她看见我眼眶中打转的泪水。吃饱喝足，我又带念念去逛街，买了10几套衣服鞋子，全都是她合身的。她高兴坏了，抱着我亲，可算有了小女孩的娇态了。深夜，我将女儿哄睡，拨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表姐陈月华的电话。我父母早亡，娘家那边只有几个亲戚，陈月华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。我嫁给李建明后，也只有他时常问我过得好不好。我每次都说好，实际上每次都黯然垂泪。这些年我忘记了不少事情，但还记得表姐的号码，不知道她换了号码没有。电话嘟嘟几声，接通了。谁啊？陈月华显然已经睡下了，声音有点哑。我又欣喜又难过，一张口眼睛就红了。表姐，是我，陈岁。啊，陈岁。表姐大喜过望，她立刻清醒了，要了我的位置，急匆匆赶来。我在酒店楼下等她，看着她从深夜的的士上下来，两人碰面都有点不认识对方了，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抱住我，用力拍我的后背。陈岁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我找了你好多年。陈月华说着就哭了。我也忍不住了，明明我很强大，很无情，可现在只想依靠在陈月华的肩膀上，就像小时候被人欺负了，我都会找陈月华哭诉。他有时候会背着我往家里跑，后面是一大批丢石头的小孩。我父母早亡，是个野孩子，被好多小孩欺负。我们哭了半晌，才上了酒店房间去。陈月华便看见了熟睡的念念，这一看他大吃一惊，念念怎么这么瘦小，脖子上还有淤青？他妈的，李建明一家果然虐待他。陈月华气炸了，他告诉我，自从我失踪后，李建明一家就不怎么跟我娘家人来往了，
怪我娘家人养了个丢人的儿媳妇出来。后来李建明再婚，就基本跟我娘家人断了联系。陈月华想去探望念念都找不到机会，上一次见面还是3年前。真他妈该死，一家畜生！怪我实在没想到念念这么可怜。陈月华自责不已。我不怪他，李建明一家铁了心把念念当奴隶使唤，哪里会让娘家人去探望呢？我让陈月华别自责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咬牙切齿，必须告他们，简直畜生！还有那个张曼玲，肯定也使坏了。你失踪没多久，他就跟李建明好上了。张曼玲，我心脏猛地绞了一下，这个名字我再熟悉不过了。我最亲近的闺蜜，最好的老同学，就是她告诉我有门道去缅北赚大钱，年入几十万。她还联系了缅北的朋友接应我，让我放心去就行了。当时我伤心欲绝，又太相信张曼玲了，稀里糊涂就去了。我只给李建明发了短信，说自己去赚钱了，年底回家。可惜到了那边，手机就被没收了，过上了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。足足7年啊！张曼玲长什么样？我声音压抑，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我闺蜜。我还有李建明的微信，几年没说过话了，不过他经常在朋友圈发张曼玲，这女人长得尖尖细细的，我看着就不舒服。陈月华掏出手机给我看，我看见了李建明朋友圈里的照片。那个女人白白净净，身材高挑，盘发含笑，可不就是我的好闺蜜吗？心脏再次绞痛。虽然我早已猜到是张曼玲害我，但我始终怀揣着一丝希冀。我希望张曼玲并不知情，她也是被骗了。可现在事实摆在面前，铁证如山。张曼玲把我骗去缅北，想让我客死异乡。她自己勾搭上李建明。她以前经常贬低李建明，说李建明除了帅一无是处，让我别嫁。现在想来，她分明是看上了李建明啊！婊子配狗，再加上2个老畜生，把我女儿虐得不成人形。好得很啊！我脸色极度阴沉，一言不发。陈月华被吓了一跳，碎碎，你变化好大。他被我的表情吓到了。我忙收敛情绪，笑笑，心情不好，你别介意啊，表姐，我想你带走念念照顾一段时间，等我把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再去接念念。家里的事自然是那婊子和狗，以及2个老畜生。陈月华猜出了我的心思，斟酌道：碎碎，你势单力薄，不要乱来啊，要报仇还是得从念念被虐待这里下手。我认识律师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我打断了陈月华的话，如果是7年前，我肯定会走法律途径的，但现在我没有心思走法律途径，太慢太复杂了。要收拾那一家畜生的办法多的是，我有人有钱，直截了当即可。陈月华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他先在酒店陪了我1晚，等翌日念念醒了，他带念念走。念念原本是亲近陈月华的，只是太多年不见了，有些陌生了。他也舍不得我，一直哭。我抱住他安慰：念念，你跟姨姨回家去，过不了多久妈妈就去接你，住大别墅哦。念念擦擦泪，听我的。陈月华带念念走后，天色也大亮了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习惯性地掏出一支烟来抽，抽了2口就掐灭了。随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得力助手刘志强：穗姐有何吩咐？刘志强一如既往的恭敬：你帮我查查李建明和张曼玲的情况，主要是工作方面的。我给刘志强任务，他表示明白，这就着手去办。我揉揉脖子，
疲倦席卷心头，终于有困意了。我倒头就睡，睡到了下午。陈月华又来了，我有些诧异，问他怎么了。他给我看手机，碎碎，李建明知道我见了你，他疯狂给我打电话，要求跟你通话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回去后越想越气，发了朋友圈骂他，指名道姓骂他全家，他就猜出了。陈月华说着都来气，他还说，如果你不跟他通话，他立刻去告你拐卖儿童，让警察找你。拐卖儿童？我带走自己的女儿，成拐卖儿童了？我脸色又阴沉了，点头说好。既然李建明要通话，那就通。正巧，李建明给陈月华打来了视频电话。陈月华骂了一声，点开了。顿时，李建明那张逼脸就映入了眼帘。他旁边坐着婆婆，屋子里还有小男孩的声音。李建明现在已经缓过气来了，不尿裤子了。他绷着脸，张口道：“陈穗，你牛，找黑社会来欺负我们，花了多少钱啊？厉害哟！昨天还在尿裤子，今天就敢嘲讽了。那你怎么不报警？是不是怕警察知道你们虐待念念的事？”我讥笑。李建明脸色一僵，哑巴了。旁边婆婆明显想臭骂我，不过强行好声好气：“陈穗，你也真是的，回来就打人，不能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不过呢，妈不怨你，妈也有错。”我挑眉，玩味的笑：“咋地了？我把你的脑子打好了。”婆婆有些尴尬，眼中则满是怨毒，但她嘴上依旧好声好气：“陈穗啊，你回来了就好，我们大家商量了一晚，还是决定原谅你。你毕竟也是我们曾经的儿媳妇。”有意思，我继续听，看看他打什么算盘。陈穗，你带念念回来吧，妈还是认你，以后你就跟我们一起住，我们是亲人。婆婆观察着我的神色，我盯着李建明，说吧，你妈是不是被我打脑瘫了？陈穗，你别太过分。李建明最在意他妈，当即黑了脸。婆婆拍了他一下，朝我笑：“陈穗，是这样的，李建明跟曼玲买新房了，要搬出去。他们能力很强，很受公司器重，前途无量。”婆婆说着都骄傲了，她可太喜欢张曼玲那个新儿媳妇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可以回我们家住了，我们还是认你的。李建明虽然再婚了，但不是绝情的人，他也愿意养着你和念念。昨天的事就一笔勾销了，大家都有错。我听得笑了，原来是李建明和张曼玲要搬走了，以后婆婆公公相依为命。一个是不干活的老太婆，一个是瘫痪的死老头，可太需要儿媳妇伺候了。没有10年脑血栓，你都想不出这法子。我哈哈笑，太尼玛好笑了。陈月华则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群杂种，想骗穗穗回去当保姆？他妈的，你个死老太婆，啥事都不肯干，那个死老头又瘫了，穗穗回去不得累死？对，我回去肯定会累死的。我的婆婆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厚颜无耻的人。陈月华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婆婆气急败坏，朝着陈月华骂。陈月华反骂：“老不死的东西，你吃屎去吧！你这一辈子也只配吃屎，还想穗穗回去伺候你？给你守灵还差不多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死啊？”婆婆被骂的脸都青了。李建明勃然大怒，猛地一拍桌子，但他身后冒出一个女人，示意他冷静。我眼神瞬间冰冷。张曼玲啊，她终于露头了。7年不见，她变化很大，没了当年的几分青涩，多了几分城府。我盯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接着一吸鼻子，眼睛泛红。
陈穗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朋友是骗子。当初你突然失踪，我朋友还说没见过你。张曼玲不是绿茶，但演技很好。李建明立刻搂住她的肩膀安慰：曼玲，不怪你，你也是受害者，都怪陈穗自己太蠢，竟然相信缅北能赚钱。我看他根本没有去缅北，半路就跟野男人跑了，骗我们说去赚钱了。婆婆补充，骂骂咧咧的。陈月华看不下去了，又要骂。我止住他，注视着假哭的张曼玲。她偷眼看我，一脸佯装的愧疚。我啧了2声，张曼玲，你很久没有联系上你在缅北的朋友了吧？张曼玲一愣，什么？你是不是疑惑他怎么突然没了声息？已经2年没有跟你联系过了吧？我冷笑。你怎么知道？张曼玲惊疑不定。因为2年前我把他杀了哦。我开怀的笑。2年前我已经跟随头目3个月，拥有了一点权力，立刻毫不犹豫地杀了那个该死的男人。杀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张曼玲压根不信。她知道我向来软弱可欺，天天被公婆辱骂折磨，怎么敢杀人呢？陈穗，不要废话了，我就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回来？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婆婆失去了耐心，厉声质问我。她不装温柔了。等你们死了，我会回去给你们收尸的。我嗤笑。婆婆气炸了，声嘶力竭的辱骂：陈穗，你这个贱女人，你不回来最好。你把那个赔钱货带走更好，以后我们一家就舒舒服服享福了。我告诉你，李建明和曼玲的工资加起来1个月7、8万，他们买的房子在玫瑰湾，咱们城里最好的小区。哈哈，你一辈子都住不上，气不气？婆婆骄傲又亢奋，多亏你失踪了，不然我们还找不到那么好的儿媳妇呢。你最好是死了，永远别回来了。婆婆的辱骂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她从来没有变过。我淡漠得很，看她如同看一个死人。张曼玲在偷笑，垂着头掩着嘴。她身旁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突然冒了出来，亲昵地依偎在张曼玲怀里，然后学着婆婆的模样朝我骂：快死快死，爸爸是我妈妈的。他才5岁，可一脸凶样，哪里有一点童真？张曼玲拍了他一下：杨洋，别骂人。杨洋朝我做鬼脸，然后竖起中指不断比划：臭八婆死八婆，爸爸是我妈妈的。你他妈的！陈月华实在受不了了，怒声大骂。张曼玲立刻将视频挂断了。陈月华把手机砸床上去，气得头都晕了。他问我怎么办，要不要立刻请律师打官司。我心里很平静，愤怒和杀意波涛汹涌过后，是面对死人一样的平静。我会处理的，表姐你回去照顾念念吧。我笑了笑。陈月华还在气头上，咒骂李建明一家不得好死。我把他送走后，安安静静去吃了点东西，等着刘志强给我电话。晚些时候，刘志强来电话了：穗姐，阿狸帮您相中了一栋别墅，在城东的玫瑰湾，500多平方米，总价4000多万。刘志强详细介绍了那栋别墅。我没怎么听，不过听见了玫瑰湾3个字。李建明和张曼玲的新房就在玫瑰湾吧？以他俩的收入是不可能买得起别墅的，估计就是买了个高层商品房，8成还是小户型。挺好的，拿下吧。我什么时候能搬进去？我迫切需要住的地方，并非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念念。我要给他大房子，再也不要他住纸箱了。阿狸说办好手续就能签合同了，最快3天吧，之后就能装修了。
我们会尽快装修好，让穗姐入住。刘志强恭恭敬敬。我点点头，好，到时候派人来接我。另外，抓紧调查李建明和张曼玲的情况，我要尽快知道。明白。3天后，刘志强亲自来见我。他斯斯文文的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夹着个公文包，看起来人畜无害。但我知道他心狠手辣，杀起人来可是毫不手软的。穗姐，这是别墅的手续，这是美容公司的相关资料。刘志强将东西摆好，又摆出了一些照片和文件。此外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李建明和张曼玲的个人情况。刘志强低着头，示意我看照片和文件。我闭目养神，让他说给我听便是了。刘志强便说了起来。李建明和张曼玲就职于文康保险公司，这家保险公司是本市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，主营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机动车保险。李建明是精算部经理，张曼玲是财务部副经理，两人属于管理层。刘志强说了一大堆，我听得耳朵起茧。别说了，我要他们被辞退，有办法吗？我打断了刘志强的话。他点头，我们目前的美容公司是接手天使美容公司而来的，而天使美容公司跟文康保险公司有合作关系，合作方向是医美保险。我们给天使美容注入巨资，文康公司已经留意到我们了，昨天就邀请我们去吃饭，想继续合作。这倒是新鲜，还有医美保险的啊。既然对方邀请，那我们就去吧。我亲自去，你转告对方，我很欣赏他们公司的李建明和张曼玲，务必让他俩也去。好的，穗姐。刘志强安排妥当后，打了个电话，告知了赴约饭局的事。随后开着车带我去玫瑰湾看看。玫瑰湾不愧是我们市最奢华的住宅区，远远看去，那些高层住宅鳞次栉比，将一栋栋别墅三面环绕，而最后一面是江水奔流，很不错的江景别墅。几千万一栋的别墅在本市也是天花板了。我跟着刘志强去看了别墅，打量了一下小区环境，还算满意。念念应该会喜欢吧。正期待着念念开心的样子，一声暴喝传来：“陈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扭头一看，不是李建明是谁？他牵着张曼玲的手，拉着自己的儿子，身后则跟着婆婆。公公由于行动不便，估计没来。陈穗，你好巧哦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张曼玲挽头发，眼神中的讥笑掩藏得很好。婆婆则当场大骂：“看见你真晦气，这玫瑰湾是你能来的吗？滚开！”婆婆向来是势利眼，自家儿子在玫瑰湾买了房子，她可骄傲坏了。刘志强脸色冰寒，手掌已经伸入口袋，抓住了刀片。我拍了一下他的手臂，他才意识到这是国内，轻轻地抽出了手，恢复了斯斯文文的模样。我来看我的房子。我波澜不惊。张曼玲扑哧一声，他儿子杨洋指着我嘲笑：“死八婆，臭八婆，你买不起的。爸爸说了，你回来了也得流浪街头，我们家不要你，只能睡桥洞。略。”我垂着眼帘看他，他明明才5岁，该是最天真的时候，天生长得那般老成，一脸横肉，配上他鼻梁，还有那肉眼可见的熊孩子气息，真是让人反胃。你以后会住桥洞的，跟你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一起住桥洞。我嘴角翘了一下。杨洋气急败坏，甩着张曼玲的手臂：“妈妈，打他，打死他，这个臭三八！”张曼玲脸色不好看，皱眉呵斥我：“陈穗，你至于对一个孩子这么恶语相向吗？他还小懂什么？”
我不仅要恶意相向，我还巴不得他死。我更加恶毒了。李建明一家气炸了，婆婆冲过来就要打我。贱女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是不是不甘心老公被抢走了，故意来说恶心人的话？李建明也阴厉骂我：陈穗，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人吗？我看你去缅北把脑子都搞坏了。你们没去缅北，脑子不也是坏的吗？我淡笑。婆婆更怒了，跟野猪一样冲进，但被刘志强一脚踹了回去。她滚倒在地，痛得惨嚎：打人了，打人了，快来人啊！婆婆开始碰瓷了。小区内的保安赶紧过来了，同时还有一个正在附近的销售经理跑了过来。他是奔着刘志强来的。刘先生，怎么回事？您没事吧？经理对刘志强客气到了骨子里，毕竟刘志强可是买了几千万的大别墅。刘志强莞尔：王经理别紧张，一点小矛盾罢了。对了，我旁边这位就是8号别墅的主人陈穗女士，她可以签合同了。王经理一听，眼睛直冒星星，一把握住我的手：您就是陈穗女士啊，久仰久仰，这边请这边请，合同早已为您拟好了。她太热情了，我自然不会拒绝，跟她去签合同就是了。婆婆本来还在地上哭嚎，见到王经理对我那么热情，不由得傻眼了。李建明也愕然，开口道：王经理，他……王经理回头一看，皱眉道：你们几位是什么人？怎么能在小区里闹事？地上这个阿婆快起来，别嚎了！婆婆赶紧爬了起来。李建明则解释：我们是24栋1204号房业主，之前买房的时候也见过你的。王经理哦哦2声，显然不记得了。他招过保安，请他们几位去喝茶，我先忙别的。他说完就带我走。张曼玲回过神来，不敢置信地问：王经理，什么意思？陈穗买房？什么8号别墅？几千万的豪宅他买得起？婆婆也追问。王经理有点不耐烦了，不过还是解释：对，陈穗女士购买了我们玫瑰湾的8号别墅，现在要去签合同，几位自便吧。王经理说完，不肯多说了，兴冲冲地领着我走。我走远了，回头一瞅，李建明一家人还搁哪儿面面相觑，阴晴不定，仿佛全家都死了吗？不知道往哪儿埋似的。晚上我回到酒店，让表姐陈月华带女儿过来玩。女儿一下子就扑到了我怀里，眼睛又要红了。这才分开多久啊？念念，妈妈买了大房子，装修好了就让你进去住，以后你就是小公主了。我摸着念念的头发，住哪里都可以，只要跟妈妈在一起就好了。念念显然对大别墅没有概念，她只对妈妈有概念。陈月华在一旁偷偷擦泪，然后他手机响了，接起一看，李建明打视频来了。穗穗，李建明又来了，接不接？陈月华咬牙。我点头。你带念念去逛街，我接。陈月华带着念念出去了。我接听了视频，李建明、张曼玲、公公婆婆、杨洋全都在，婆婆的大脸正对着屏幕。小穗啊，哈哈，吃晚饭了吗？婆婆开口就是热情的笑。李建明和张曼玲干巴巴的假笑，公公也笑，还让杨洋喊我姨姨。杨洋抿着嘴，不情不愿地喊了一声姨姨。杨洋死了妈妈？怎么突然认我当姨姨了？我善意询问。一群人脸色全变了。杨洋当场比划中指：你妈才死了，你个臭38！你奶奶就是我妈，她最好是死了。我点头，好死。婆婆绷不住了，忙深呼吸。李建明则沉声开口：
陈岁，你够了！我知道你怨我，但你当年无故失踪，我也没办法等你回来的。我得要个儿子，免得绝后，对不对？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听得烦。张曼玲勉强笑道：“陈岁，你去缅北赚到钱了，别墅都买得起了，肯定赚了不少吧？当然，赚了10几个亿吧。”几人全都变了脸色，难以置信。婆婆当场化身笑面虎，热情地朝我招手：“小穗，你快回家吧，以前都是误会，你现在回来，我保证把你当亲女儿一样对待。乖儿媳，爸不用你伺候，爸自己能动。”公公也开口，伸长脖子看我。李建明脸色变幻不定，看看我又看看张曼玲。张曼玲喉咙一动，再次问我：“真的赚了10几亿？怎么可能？不信算了。不过现在钱没了。”钱没了？哪儿去了？几人大急，死死盯着我。买了别墅，剩下的都捐给山区了。这些钱是不义之财，我要捐出去。我理所当然道。婆婆一拍大腿：“你个傻瓜，小穗你糊涂啊！杨洋也算你半个儿子，你好歹给他留点啊！”哈，杨洋算我半个儿子，爆笑如雷了家人们。我笑个不停。李建明冷喝一声：“够了！他耍我们的，买别墅估计都是找王经理演戏的给我们看的。”就是，他一个废物，被骗去缅北，怎么可能赚10几亿？没丢了腰子都算好了。张曼玲也一口咬定。公公婆婆这才恢复了理智，对我又惊又气。李建明再道：“陈岁，本来你买别墅我还是信的，可你这样耍我们，摆明是心里不平衡，找存在感罢了。我不会信了。你就演你的戏吧，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。”李建明故意说这种话激将我，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有10几亿。我耸耸肩：“我能演一辈子。”对，陈岁你就装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有个神秘的大老板看中了李建明和曼玲的能力，吃饭特意点名他俩去陪着，他俩马上又能升职了。你气不气啊？婆婆又嘚瑟了起来。李建明和张曼玲相视一笑，都很自豪。我眨眨眼，寻思了一下，那神秘的大老板不会是我吧？婆婆一家嘚瑟完后，直接挂了视频。陈月华回来问我啥情况，是不是李建明他们又骂我了？他们想探探我是不是有钱呢？我只要有钱，杨洋都能认我当妈。我鄙视不已。念念赶紧扑到我怀里，怯生生开口：“妈妈，我不要杨洋认你当妈。”这小可怜真是怕极了。我亲亲她额头，宠溺地保证：“念念，妈妈这一世只会有你这一个孩子。”念念这才开心了，又跟我玩了一会儿，由陈月华带回家去了。我也睡了个舒服觉。翌日中午出门，坐上了刘志强的车。穗姐，饭局已经定好了，在桂枝十方。文康公司对此很重视，不少公司也在打探风声，对您很好奇。刘志强一边开车一边笑。我点点头，很正常。我们这帮人出手太阔绰了，还接手了天使美容公司，搅动风云。虽然我不知道刘志强他们具体是怎么运作的，但肯定是万众瞩目的。我的新身份就有了，海外归来的神秘富商。很快，我们到了桂枝石房。我的女下属阿离带着5个人等着。阿离曾经是头目最喜欢的女人，出生缅北的大户人家，被当成金丝雀养着。是我拯救了她，释放了她的能力。穗姐，文康的人都在里面等着了。阿离帮我开车门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笑问：“这边的生活习惯不？”习惯，就是太舒服了，不够刺激。
阿离俏皮一笑，我们几人全都笑。进了包厢，文康的人全都起身迎接，热情洋溢。欢迎天使公司总裁陈穗女士。陈穗女士你好，百闻不如一见啊。陈穗女士请坐请坐，都是些客套话。我笑着回应，目光扫过10几道面孔，视线定格在了李建明和张曼玲脸上。两人脸上的笑是僵硬的，跟其余人截然不同，甚至他们已经呆住了，仿佛被人一锤子砸成了脑瘫。陈穗女士，这2位就是我公司的李建明和张曼玲。一个地中海男人顺着我的视线，主动介绍了起来。陈穗女士原来认识我公司的李建明和张曼玲啊，看来我们2家公司很有缘分啊。另一个女人哈哈笑，我含笑道：“当然认识，很早就认识了。”是吗？难道陈穗女士早年在国内发展过？一群人都好奇。这倒没有，只是我在番禺区居住过，跟李建明是老邻居了。他在我们番禺区可是个名人。我示意大家坐下，众人都坐下听我说。唯有李建明和张曼玲僵硬地戳着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李建明确实住在番禺区，那边是老城区。陈穗女士是番禺人。地中海男人询问：“是啊，我在那边住了好几年，每日里都听见李建明辱骂殴打他的女儿。他女儿现在才9岁，从2岁开始就被虐待。天多冷都要洗衣服，还要睡阳台的纸箱子，啧。全场哗然，笑声瞬间消失了。10几个文康高层对视，齐刷刷盯着李建明。我继续道：“这李建明娶了张曼玲，生了个男娃，那是宝贝的不得了。他爹妈也跟焕发了第2春一样，家里终于有人继承皇位了。那可怜的女儿就更可怜了。没了妈妈，还被家里人虐待，街坊邻居全都心疼坏了。”我的表情很冷，包厢里的气氛也冷到了极点。李建明终于有了动静，他大叫：“陈穗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瞎说，你瞎说！”张曼玲也慌乱地解释：“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李建明的前妻，为了能回家故意造谣抹黑的。”他俩惊慌得很，但文康的高层们全都沉默着，目光打量着我。阿离突然将一份厚厚的文件摆在桌子上：“郑老总，合同在这里了，预祝我们2家合作愉快。”阿离这一手很突兀，很奇怪，但郑老总是个人精，哪里还不明白？他哈哈一笑，再次握住我的手：“陈穗女士，合作愉快。至于李建明和张曼玲嘛，我们公司可容不下他们。对，这2人早有恶名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可恶，竟然虐待自家女儿。全行业通报，永不录用李建明和张曼玲。酒足饭饱，李建明和张曼玲早被撵出去了。双方合作愉快，我的新身份也落实了。天使美容公司的总裁，海外归来的巨商，文康保险的合作人。刘志强将我送回了酒店。之后我们的事业就要轰轰烈烈地展开了。当晚，李建明又给陈月华打视频，但我让陈月华不用接了，直接拉黑吧。这下日子就舒坦了，我坐等别墅装修好即可。在此期间，李建明一家人一直想找我，可根本找不到，我见都不见。我每日里陪陪女儿，日子过得不知道多美。5个月后，刘志强来通报别墅的装修进度。穗姐，别墅已经装修好了，家具购置好了，甲醛也除了。这么快？我有些意外，装修别墅可不是小事，很多时候都是以年来算进度的。只要肯花钱，自然能省时间。刘志强笑了笑，我竖起大拇指，干得不错。
当日，我带上陈月华和念念回别墅，刘志强跟随。念念进了小区就紧张起来，拉着我的手全是汗，偶尔看见巡逻的保安都不敢多看。他被虐待太久了，心里早已有了创伤，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，更别提出入这种豪华的地方。我心疼地将他抱住亲了亲。念念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别怕。念念乖乖地点头，但目光一缩，吓得又躲回了我怀里，似乎看见了不好的东西。我侧头一看，看见了李建明一家人。他们一家老小提着大包小袋，脸色晦暗，精神萎靡，正往小区外面走。陈月华大叫：“快看，那群畜生！”几个畜生就发现了我们。李建明和张曼玲脸色一白，显然很怕我，他们完全不敢骂我了。婆婆却不怕死，丢下行李冲过来大骂：“陈穗，终于逮到你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害得李建明和张曼玲丢了工作，业内还封杀了他们一点钱都赚不到了，房贷都还不起了。”婆婆嚎叫着，浑身发抖。公公也划着轮椅过来，指着我骂：“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吗？我们老成这样了，还要受苦受难？家里房贷、车贷全部逾期，李建明和张曼玲还被同行歧视辱骂，找不到工作，嗨嗨嗨！你气死我了！你不是个人！”两个老畜生骂得很痛快。陈月华回骂：“活该，你们死了算了！哈哈，我告诉你们，穗穗身价过亿，你们就馋吧。还有，穗穗的钱以后都传给念念，家里的皇位让女儿继承哦。”陈月华是懂火上浇油的，两个老畜生差点没气晕过去。李建明和张曼玲可不敢骂我，他们知道我的能量有多大，所以赶紧拉着两个老畜生灰溜溜地跑了。杨洋那个熊孩子懵懵懂懂，回头朝我比划中指，嘴里骂着死三八。我盯着他，这个熊孩子真让人恶心啊！那个小男孩很恶心，一直不吭声的刘志强说了一句话，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看他一眼，随口道：“这种熊孩子住桥洞是最合适的。”刘志强轻笑。我抱着念念，笑眯眯地回别墅去。我的小公主回家喽。翌日早间，一则新闻冲上了本地头条。昨晚凌晨3点半，番禺区145号发生火灾，疑似煤气泄漏引起。所幸屋主一家尚未睡觉，及时逃离了出来。番禺区145号，可不就是李建明的家吗？他们一家还不起房贷了，只能搬回老宅，结果当晚就起火了。虽然逃了出来，可家已经烧成了焦炭，显然是刘志强干的。我看了一下新闻的评论，发现现场怪众多。妈耶，我是他家邻居，昨晚吓死我了。恶有恶报啊，这一家全是畜生，虐待女儿的，昨晚着火，没有一个邻居救火的。楼下别人的奔驰都被烧了，还有他们邻居的房子也被点燃了，哈哈，赔不死他。奔驰是我的，200多万啊，我就回老家过一夜，烧没了。烧得好，可以赔死李建明一家了。我心情愉悦，去给念念做爱心早餐。这么多年了，念念终于能吃上妈妈做的早餐了。念念开心坏了，也不会吃着吃着就哭了。随着日子的流逝，她终于不再自卑敏感，也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了。她的身体也发育了起来，足足长到了1.3米，而这仅仅用了半年。我再给她穿上好看的衣服，梳理整齐的秀发，她活脱脱的一个小精灵。妈妈，我好看吗？她经常这样问我，美滋滋的在穿衣镜前臭美。好看，念念最好看了，我赞不绝口，完全是发自内心的。
念念就害羞又骄傲地笑，她终于不自卑了。门边，阿离探头夸奖：“小公主美得很，比我们缅北的公主都美。”念念嘻嘻笑。我整理好妆容，拍拍念念的脸蛋，走，出发喽。今天我们要去探望姨婆，她80大寿，特意让陈月华转告我，请我去吃饭。姨婆也就是我婆婆的姐姐，是李建明那边的亲戚。说实在的，这半年我只跟娘家人来往，压根不见李建明那边的亲戚。但姨婆比较特别，她跟我并不亲近，可她给过我和念念红包。我结婚时、生娃时、念念满月满岁时，可以说我嫁给李建明后，只收到过姨婆的红包。她有一次看我脸肿，还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我脑袋。姨婆人微言轻，又是穷人，在李建明的家族里说不上话，但我觉得她真的很善良。所以她过寿，我要去。姨婆也在本市，不过住在城南的郊区，那一带工厂工地挺多的，经常乌烟瘴气的。阿离开着迈巴赫，载着我和念念抵达了一处老街区。车子停下的时候，前面一大堆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。我瞅见了好几张桌子，上面摆了酒水，就等上菜了。那些人就是李建明的亲戚了，远远近近的得有20来个。由于迈巴赫实在太耀眼了，20几双眼睛全盯着我们。哇，好多人，姨奶家好热闹。念念有些兴奋，将马尾一甩就下车。我也下车，拉着她的手。阿离则去停车。前面的人群诡异的安静了，这帮李建明的亲戚肯定已经知道我回来了，也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死八婆臭八婆，忽的一个小男孩从人群里钻了出来，毫无教养地朝我骂。他灰头灰脸，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，还打着赤脚，一下一下地吸着鼻涕。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儿来的乞丐。杨洋，闭嘴！不少人呵斥，赶忙将杨洋拉开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杨洋啊，难怪有点眼熟。不过才半年，他瘦成了死猴子，则更丑了。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和妈妈来看姨奶奶。念念无视了杨洋，他主动拉着我走向人群，落落大方的。人群又安静了，每个人都显得无比惊讶。谁不知道念念是个瘦小的可怜虫，平时连吃饭都小心翼翼的，何曾这么光彩夺目过？这是念念啊，欢迎欢迎！念念真是个公主，是我们李家的宝贝。一个妇女热情迎接，众人全都笑了起来，纷纷来迎接我和念念，脸上全挂着谄媚。我孙女来了，我孙女来了！一个老太婆冲出人群，一马当先，可不就是婆婆吗？她看起来苍老了10岁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背脊更加弯曲了，显然这半年过得无比凄惨。念念立刻往我身后躲，她不是怕，而是讨厌。婆婆干笑不已，偷眼看我，厚着脸皮喊我：“岁岁，你也来了，跟我们坐吧。我跟你公公还有杨洋都在。你儿子儿媳呢？”我淡漠得很。他们在工地干活。哎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上次家里着火，什么都烧没了，还得赔人家奔驰和房子，算下来几百万啊！我真是命苦啊，辛苦一辈子，结果一场大火全烧了，还负债几百万。婆婆的眼泪说来就来，她故意演苦情戏呢。那烧挺旺的，我含笑夸奖。婆婆尬住了，然后拍大腿，追悔莫及。哎，我千不该万不该找张曼玲啊，她就是个祸害，谁家娶了她谁倒霉啊！她现在还想离婚，想跑路了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李建明每天做工做到吐血，他倒想抛夫弃子，想得美他。
婆婆说着都怨毒了起来。我关切询问：李建明吐血了？是啊，他从小没干过重活，现在没公司要他，他又要赚钱交房租，养一家老小。我们在城南城中村租了房子的，这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，再不交就要被赶出去了。可怜我儿啊，累得吐了好几次血了。婆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我更关切了，那她去看了医生吗？医生说她什么时候死？婆婆又尬住了，身后的众多亲戚对视，没一人敢出声的。婆婆脸颊开始蜡红，硬着头皮假笑：穗穗，你看我们家撑不下去了，你能接济一下吗？你姨婆找你来也是想说这件事的，我早就猜到了。明面上是姨婆请我来吃饭，背地里是李建明一家想方设法要见我。我沉思了起来。婆婆紧张又期待，拍着我手背：我的好儿媳啊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们吧，要不你回来吧，以后我伺候你。我继续沉思，脸上涌起了异动的神色。婆婆不由得欢喜，又俯身跟念念说话：念念，奶奶好想你啊，你跟你妈妈回来好不好？念念撇过脸去，一点颜面都不给。我则开口：哎，好歹也是一家人，我也不缺钱，这样吧，李建明跟张曼玲以后去我公司当经理吧，1个月10万怎么样？啊，好好好！婆婆震惊了，连连说好。人群大哗，眼睛发亮。我继续道：至于你和公公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该好好养老了。我给你们1人1000万，再买套房子，请2个保姆伺候，可以吗？啊，好好好！婆婆惊喜得全身发抖。众亲戚更加哗然，人群骚乱不止。我拍拍手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以后还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一家人，肯定是一家人。婆婆拉着我的手不放，生怕我跑了似的。我再次点头，不过转眼看见人群中的杨洋还在朝我比划中指，我故意冷脸一喝：杨洋，你有没有礼数？所有人都看向杨洋。杨洋一身邋邋遢遢的，竖着中指扮鬼脸，被众人一看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婆婆震怒交加，喝骂道：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，你妈怎么教你的？给姨姨跪下认错。杨洋当即被骂哭了，鼻涕乱流，看着就恶心。我甩手一哼：算了算了，还是不当一家人了。这个杨洋看得我好烦躁，我跟你们当不了一家人。说完，我拉着念念去看姨婆。婆婆脸色惨白，追在后面哀求：穗穗，别这样啊，杨洋他该死，他是个小畜生，你别生气，别烦我。我说不当一家人就不当一家人，李建明和张曼玲继续搬砖去吧，你们养老自己解决，我懒得插手。我冷冽地瞪着婆婆。她吓得不敢追了，接着冲去揍杨洋，往死里揍。杨洋的哭喊声响彻整个老街区。探望了姨婆，天色也不早了。姨婆并没有劝我救济李建明一家，她只是又给了2个红包，一个我的，一个念念的。我也回了她一个8万8的大红包，再抱抱她回家。不巧的是，李建明和张曼玲回来了。2人听婆婆焦急地说了一通，赶紧来追我。穗穗，你等等，杨洋不懂事，是我们没教好他，他就是个畜生，我今晚打死他，你消消气。李建明大喊着，一脸脏兮兮，手上全是伤口。张曼玲好不到哪里去，她脸颊皱巴巴的，皮肤黑黝黝的，哪里还有以前的贵气？她追着追着扑通跪下，声嘶力竭地喊我：陈穗，我当年真的也被骗了，我们是老同学啊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。老同学？你在缅北的朋友可是亲口跟我说的，你想我死
永远回不了家。我嘴角勾起嘲讽的笑，坐上了迈巴赫。走吧，阿里。车子远去，后视镜里是李建明和张曼玲绝望的脸。更远处，婆婆又抓住杨洋揍了起来，揍得老得劲儿了。此后的日子，我再也没有关注李建明一家了。倒是3个月后，阿离跟我说了他们的情况。穗姐，刘志强恶趣味得很，一直盯着李建明一家。他说李建明在工地摔断了腿，跟他爹一样瘫了，这下一家俩瘫，全靠救济金度日了。您的前婆婆没日没夜的捡废品，还经常被追债的人堵住门骂，貌似有点精神不正常了。那个杨洋天天被打，后来被您姨婆收养了，现在乖巧得很，干啥都畏畏缩缩。您姨婆真善良啊。阿离啧啧有声。张曼玲呢？我头都不抬。她最魔幻。李建明摔断腿后，她拿着赔偿金跑了，李建明就把她告了。她到处躲躲藏藏，逃回了西南老家。阿离说兴奋了，不由得擦了擦口水。然后呢？我挺好奇的。回了老家，他认识了一个帅气的东南亚男人，竟然焕发了第二春，跟着那个男人去东南亚了。阿离快绷不住了，我也绷不住了。张曼玲被卖到了最残酷的诈骗基地，她现在应该在疯狂打电话诈骗，骗到钱还好，骗不到就完了。以后还会二手转卖，卖给人当玩具，甚至是血奴，亦或者嘎器官。完了，阿离都觉得有点残忍了。我再次抿茶，不去想张曼玲了，她咎由自取，不值得同情。但她的遭遇多少让我有点感同身受，毕竟我也遭遇过。在那些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，有太多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了。比如当初的我，比如阿离，比如那些千千万万一辈子无法逃离的人。我这些年琢磨的事只有2件，一件是跟女儿重逢，一件是阿离，我们在缅北留下的人和钱该用了。我看了看阿离，如今我的新身份稳妥了，公司也可以当做一个稳固的基地了，一些事就能办了。阿离立刻严肃起来，郑重点头。是啊，该用了。虽然我们力量有限，但能救一个人脱离苦海就救一个人，就像我被穗姐拯救一样。去吧，我笑了笑。但愿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，能将那些黑暗炼狱撕开一道口子，让微光照射进去吧。